好，我是你们的金牌导游小楼。话不多说，咱们开喽！今年我们刘丸子终于迈入了自己的18岁，师团至此全员成年。然而就在这特殊的一年，刘丸子不仅没有像其他哥哥一样拥有个人常驻外务，还在不久前被造谣辱骂。小楼希望在此期间，我们的小忙内能好好学习，迎接明年的高考，同时希望他能开开心心的变成大人。虽然大人的世界满是麻烦，但是勇敢的小狼仔会一往无前，因为哥哥们都去上学了，偌大的别墅只剩下刘丸子一个人。虽然已经长成1.8米多的巨型老妖，但他依旧怕黑怕鬼，晚上待在2楼不敢下去，实在渴了想喝水，就大声唱歌给自己壮胆。被问到害怕的时候会不会给哥哥们打电话，刘丸子有点不好意思地说自己已经17岁了，马上就成年了，不能表现得像个小孩子。这句话莫名地戳中了小楼这个妈粉的心巴，孩子多大也是宝宝，就算已经长成宽肩窄腰、荷尔蒙满满的男人，但一开口却又变回中二小学鸡。小楼在妈粉和女友粉之间反复横跳。那么在今年小狼仔成年这个特殊的时间里，让小楼把指针拨回故事开始的时候，一起沉浸式体验小学生的暴风成长之路。小炸们在出道前经历了无数次解散重组、分离回归，一切始于台风计划，最后终止于 TNT 出道，中间历时5年。而台风计划在最初招募练习生的那几年，2代和3代的划分边界还十分模糊，粉丝们便以2015年为界，将丁哥在内的恋爱禁止团和台风4子归为2代，其他后面上楼的孩子则被归为3代练习生。但实际上，除了刘丸子，小炸们都没有和后来官方划分的3代练习生同期试训过。2016年黄睿和李飞分家，刚上楼的刘丸子还只是试训生，而非正式练习生，舞台表演还只是站在最边上的配角，甚至没有耳麦。如果不是因为幕后的优秀表现，让他拥有了给当时的2代伴舞并一起训练的机会，他大概也会像那些没有麦克风的试训生一样，隐匿在长长的楼室中。据刘丸子回忆，那是在普通不过的一天，工作人员让他明天起去和丁哥他们一起训练。当时的小狼仔沉浸在喜悦中，他觉得自己还挺不错，能够被选中和哥哥们一起训练。然而还没上完1节课，自信心就被打击得所剩无几。他看到了自己和哥哥们的差距，知道不是1节课的努力就能追上他们的脚步。听着哥哥们讲他们到师兄 TFBOYS 周年舞台的经验，我们小狼仔羡慕得不得了，那是他想都不敢想的地方。2017年初是完颜团的时代，刘丸子在没有曝光的这半年努力追赶哥哥们的脚步，终于在年中正式摆脱试训生身份，成为练习生，是2代里年纪最小、曝光最晚的成员。成为练习生后，刘丸子有了路演登台的机会，然而却在路演结束后被落下。那时候他还分不清粉丝和私生，在机场被私生围观谩骂，要他退出。这没由来的恶意让他不知所措。他对工作人员姐姐说：“能不能拉着我跑？我爬不动了。”妈粉实名心疼。那时候他一定无比希望快点长大。后来，在正式成为练习生身份的1周年，公司在没有出道战的情况下，确定了台风少年团出道名单，这其中就有刘丸子。一时间粉丝哗然，刘丸子也受到了不少攻击，说他年纪小，练习时长也短，不该占用2代的出道位，要求他回3代继续当练习生。我们老妖实惨，能理解粉丝们对这一决策的不满，但孩子是没有错的，他连自己的来去都无法掌控，遑论队友的去留。于是，在前期没有任何宣发，也没有出道战引发关注，后期又有很多老粉气不过下楼的局面中，台风少年团人气低迷。同年10月的首唱会上，小狼仔在读信环节哭得哽咽，说自己想快点长大1.8米，成为家里的顶梁柱和大家眼中的男子汉，希望是一觉醒来就能18岁。小楼回看这段有些心疼，这傻孩子，他不知道自己早晚会长大，但却永远回不到现在。事实也是如此。长大后的刘丸子在采访中说自己不想长大了，想变回小孩子。那时候他还没有成年，却已经开始有了成年人的苦恼，明白当一个大人其实并不容易。TYT 解散后，蜕变之战预告发布，小狼仔从出道艺人变回了练习生，面临重组出道的生存战争，他丝毫不敢松懈，最终以第4名的成绩成为时代少年团刘耀文。2020到2021年是 TNT 逆风翻盘的一年，内娱有没有舞台不重要，楼宇给了大家很多舞台，各种物料也不停产出。总之这2年粉丝大规模涌入，刘丸子个人上升也很快，微博粉丝大幅增加，个人周边销量也很高。2021年，小狼仔受杂志邀请出席了 GUCCI 上海时装大秀，那套棕色皮衣的妆造简直不要太出圈，可再多的光环和鲜花都无法掩盖他还只是一个10几岁孩子的事实。接到家人的视频电话，他难以自制的哽咽落泪，却还嘴硬说上海的风吹得眼睛难受。
2023年已经接近尾声，就在刘丸子一边上学一边忙工作的时候，一则恋情谣言不知从何而起，公司很快发出了声明，小楼也愿意相信，从草根素人一路进阶，刘丸子一定懂得珍惜自己的羽毛，他不会被流言击倒，只会勇敢的继续走下去。好啦，本期内容就分享到这里，大家觉得刘丸子会考哪个大学呢？欢迎在评论区一起留言讨论，喜欢本期内容的可以点击关注，咱们下期再见哦。